你在城中散步的时候，许多百姓跟着一支队伍。原来造福无数百姓的平台医馆馆长魂归天地，而今天就是给他送葬的日子。你默默跟在人群边缘，身边的大黑牛蹭了蹭你，你沉吟片刻，他们好像都走了。说着，记忆逐渐涌入脑海，你是一个穿越者。穿越到这方世界后，觉醒了长生系统，天地法则再也无法限制你的寿元。系统还相当贴心的赠送了你一头长生灵兽大黑牛为伴，虽然它不会说话，但却和你心意相通。每年还送一点属性值，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加在力量、速度、防御、法力和万物精元上。好吧，这虽然有了外挂长生，但还是凡人之躯能被杀死，所以你的处事方针就是狗。第一年，你的身份只是小山村中的孤儿，很弱小，带着黑牛种植了一片水稻，还养了不少鸡仔，想就这么得过且过吧。哪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水稻和鸡仔居然被隔壁村老王带着一群人给禁术偷走了。你提起斧头，带着大黑牛上门讨说法，可对面人多势众，你被暴打一顿不说，大黑牛的牛角也被扳掉一只。可这样挨欺负的现状只是暂时的，等熬到年底啊，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，宿主已可加点。嘴角不住上扬，一年之期一到，系统加点，毫不犹豫就加到力量上。下一秒，感觉起点力量涌起，一拳轰向地面，吓得黑牛跳了起来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砰！然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你的右手也骨折了，只好带着大黑牛继续养伤。这件事儿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阴影，君子报仇啊，是10年不晚。既然对面人头示众，那就等对方垂垂老矣以后，打烂他们的牙齿，抛开他们的祖坟，喵的干着长生者。可惜祸不单行，你的茅草屋因为失火而被彻底烧毁，只能在山洞中靠着老村长的接济勉强维持生活。为了生存啊，你将每年的属性点都加给了力量，并且在村中学起了各种手艺。很快时间过去，你的力气已经能够一拳轰碎巨石，而且学会了木工打铁，红白喜事呢也无所不精。这些年你也曾在村里见过仙人，没错，这个世界可是修仙的，长生者也得好好苟着。通过灵根测试，你测出自己的资质是最下等的武系杂灵根。原本有灵根者至少能去仙宗打杂，但你在亲眼目睹仙人一言不合将村民杀死之后，心中非常不安。这些人是凡人如蝼蚁，太可怕了，果断口吐白沫装晕，继续留在了小山村里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，又是10年过去。曾经村里的小男孩已经有了2个孩子，可你还是容颜不改。村民们开始对你投来异样目光，微微一叹，老牛，我们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这个村子已经容不下你我。此时你的力量已经来到21点，遭遇瓶颈无法提升，只好转头加起了速度点。毕竟修仙不只有打打杀杀，跑得快才是王道。离开前，你脸戴头巾，提着斧头前往隔壁村的王家。君子报仇，20年不晚。你花了3天时间查清了当年打过你的仇人，曾经暴打你的王天明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账老头。这叫什么？你巅峰时我退让，你老年时我乞怜，一脚给他拐杖都踢断了，再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。王天明跪地惊呼：“好汉饶命啊！”心中更是惊恐万分，这是遭遇劫匪了吗？呵呵一笑，20多年前你带人偷我们稻米之仇，今日来讨还了啊！20年前，哥们儿这么记仇的吗？还没完，你将王家鸡蛋黄全部摇匀，地上的蚯蚓都切成8段以后，在村民的欢送中离开了这片土地，只留下了一段恶匪的传说。不久后，你牵着黑牛来到了盘宁城，大黑牛欢呼雀跃，好大的城墙，比村子里的那几个栅栏雄伟多了。你同样非常期待如此宏大的世界，看遍千山万水，体验世间繁华，这才是长生的意义啊！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为了生活，你仗着力气大，加入了城里一家即将倒闭的铁匠铺。店主啊是一个爱打瞌睡的小老头，他曾经有儿子，可惜在城外的宁云山脉寻仙时丢了性命，这些年只能一个人孤单的生活着。而跟着孙老学习了1年以后，你成功振兴了铁匠铺，前来打铁的人啊是络绎不绝，而你也开始慢慢有了积蓄。时间一晃又是5年，孙老头的身体啊渐渐不行了，你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他买药续命。对你来说，钱财如同过眼云烟，身边人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天，病床上的孙老将你和黑牛喊进房间。陈寻，没事的，人总会有这么一天。我还记得你第1天来铁匠铺的时候，像个乡下小子，咋咋呼呼的。如今你该学的都学会了，今后这店铺就交给你了。他拉着你的手，多存些银子，找个媳妇儿，别再去买药了。说着，又递给你一本秘籍。我儿子曾经就是看了这个才去寻仙，你却丝毫不关心。孙老，我对修仙没有兴趣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老人叹了口气，如果我那儿子能有你这样的心性就好了。我也没有东西能留给你，
就收下吧。接着又看一下黑牛，大黑牛，好好跟着陈云小子，我见过那么多兽类，就你最有灵性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他会保佑你的。大黑牛点点头，眼角泪光划过。孙老谢微微一笑，谢谢你，走吧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唉，看长生，度长生，被求于长生，长生者的宿命就是如此，身边人会一个个老去，唯有你不变。第二天，你带着大黑牛将老人下葬，对着墓碑上香鞠躬后，你们慢慢回到铁匠铺。孙老曾经的座椅空空荡荡，那个爱打瞌睡的小老头再也不会出现了。清点账单时，你发现不对，我靠，老牛，我们被坑了。我们这些年给孙老头买的药材都好贵。大黑牛拱了拱你，说：“那你咋没想到去学医术呢？”于是你又找到了新的目标。是啊，大夫这个行业可太暴利了，行走世间难免磕磕碰碰，学一手医术必不可少。就这样，你拜入了平泰医馆，和老牛一起学习了整整7年时间，通过了馆主宁老的考验后，终于正式拜师。接下来的3年，你跟着宁老四处出诊，走遍民间，解决各种疑难杂症。可好景不长，由于你愿意帮穷苦人家垫付医药费，无数人开始鼓吹你是济世神医，看病不要钱，抓药还可以赊账，许多百姓蜂拥而来，你渐渐囊中羞涩，而那些欠钱的百姓只有寥寥数人来医馆还钱。慢慢的，舆论风向就变了，一些百姓开始骂你见死不救，假仁假义，曾经帮过的人也开始带上厌恶的眼神。你自嘲一笑，好家伙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走吧，这里已经不适合我们了，我们去跟宁师道别。就这样，你再次离开了多年的住所，手里只多了本宁老医师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们住进了宁云山脉。此时速度已经加到了18点，全力奔跑的时候，肉眼已无法看清。这天，你们在寻找草药的时候，前方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远处几个百姓惊慌大喊：“有妖兽啊，快跑！”你大惊失色，带着大黑牛闷头就跑，身后传来一声嘶吼，一头似狼似虎的妖兽疯狂追来。我瞧，这玩意儿怎么追过来了？妖兽流着口水，他最喜欢跑得快的猎物。逃跑途中，大黑牛撞到一根巨树，妖兽此时就要追上，满脸兴奋，可你慌张的神色却突然变得冷静。下一秒，化作一道残影来到妖兽背后，阁下虽然很强，但还不足以让我用出第2把开山斧。妖兽只觉得腹部忽然传来一阵剧痛，下一秒便痛苦倒在了地上。大黑牛猛然跳起，黑牛压顶，砰的一声，妖兽当场被压成了2次元。劫后余生的你们开始疯狂鞭尸，就这儿，吓唬你亲爹们呢，咋不去叫了呢？从这天起，你再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危险，开始和大黑牛一起修炼起孙老赠予的那本炼气诀。山中不知岁月，你们一边研习医术，一边修炼。此时速度属性同样来到瓶颈，尝试加了一点万物精元，惊讶发现自己每天可以生产一滴绿叶，而绿叶能够增加植物的生长速度。与此同时，宁云山脉外逐渐传出了野人的传说，进山的百姓开始成群结队，手中拿着武器，四下防备野人偷袭。如果将其杀死，还能去找官府领赏。不少赏金猎人都默默行动起来，你只能暂时离开宁云山脉。回到城中，你先拜访了宁医师，为他送去几份珍贵药材。这会儿他更老了，接着回到曾经的铁匠铺，重新开始打铁，生活再次安定了下来。岁月悠悠，又过了5年，铁匠铺周围的街坊们老的老，走的走，而你也清楚知道这条街道不能再待了。等离开铁匠铺后，由于自身属性值已经挺高了，你决定踏入修仙者的世界看一看。不久后，你们通过一个散修中介前往参加升仙大会，通过中介得知这大会除了各门各派招收的弟子以外，还有许多意外踏上仙途的散修，每大宗门每年都会在这儿吸收散修中的天才。说着，来到了被大雾缭绕的九星谷，修仙者的世界正式开启。看着周围打扮神秘的散修，你戴上当年的悍匪头巾，和大黑牛进入九星谷。此时谷内人声鼎沸，周围全是地摊。修仙者的世界果然不一样，上面摆放着各种你完全不认识的东西，而凡间的经营在这里全然无用，散修们只用灵石进行交易。你鬼鬼祟祟的四处偷听打探消息。还有3日，升仙大会就要开启了，到时全国是他仙门齐聚，若是进入，那可真是鲤鱼跃龙门了呀！我等还是别想啦，能进入普通仙门就不错，那是10大仙门，哪里是我们这些平庸之辈能去的？是啊，听说每年都有不少死伤，没有练习期层，还是别去为好。你眉头一挑，谷中心、10大仙门、5道关卡，这消息不就打探出来了吗？3日后，天际传来浩大的破空声，一艘巨船缓缓驶来。青阳门到了，不愧是全国10大仙门之一，出手就是破空舟，好奢侈！又是几声鸟鸣，4只庞大无比的红色灵兽飞过天际，上面站着数道人影。有人惊呼：“红灵卵是紫云宗！”你十分震撼，这阵仗比当初修仙者在山村里夸张多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修仙啊！此时10大仙门中走出一个老者，修为压制而来。
规则不变，古龄40以下者皆有机会过五关。踏入仙门，有意向者入关，7日后闭谷。此时无数修士踏步而出，每年这里的散修都会死伤无数，但没有人会放弃。在前国，筑基丹一丹难求，只有在大仙门内才有机会。你身上一栏老牛，我们就别去了；灵根内关我们就过不去，实力就更别提了。不过嘛，我突然发现了个赚钱的路子。大黑牛十分激动。咱们可太缺灵石了！你掏出小册子，我们把各大门派的关卡记住，然后分析利弊。他们不是说规则不变吗？咱们把这些关卡的大概实力弄懂了，做成攻略卖给那些新来的散秀。就这样，7天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升仙大会彻底结束。接下来的5年，你每年都会参加升仙大会，大家也逐渐熟悉了你的样子。人送外号升仙钉子户，穷得叮当响，只剩一头大黑牛。而你终于将10大仙门的关卡整理完毕，只花了2天时间，就在9星谷里赚到了100灵石啊！这就是长生者的用法。第3天，你逛起了各大摊位，买了几株年份不高的灵草，又买了一些灵药种子和功法。回到了家中后，你和大黑牛兴奋不已，我们要发了呀！如今咱们的万物金元加起来有30点，光1天就可以加速2年多的灵药生长，1个月就能制造出1株100年灵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1个月就能赚100-200下品灵石。走，干活去！之后的日子啊，你们每天培育灵药，修炼法术和练气诀，饿了渴了呢，就去山中打猎，日子过得是惬意无比。不久后，你们再次前往升仙大会，靠着卖伞和打1枪换1炮的方法，很快将培育的灵药兜售一空，买下了心仪已久的炼丹炉和炼丹术。随后又开始补充起灵药种子。不过这一次你又上了当。我明明给的是1袋灵石，你只给我半袋种子嘛！摆摊的男子嗤笑一声：“灵药种子本来就这样，怎么？道友是想找茬吗？”他早就打听清楚了你的身份，练习3层，无依无靠，自己不坑也有的是人坑。此时人群中走出几个壮汉：“廖道兄，何人敢在此闹事呢？”你冷笑一声：“怎么人多欺负人少？做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。”其中一人十分不屑：“我说是谁？原来是这个傻子，此人就交给我吧。”男人点头：“谷内不可动法，注意分寸。”壮汉仰头看向你：“傻子，跪下来给我道兄磕个头，认个错。今日这事就算过去了，今后的升仙大会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”你面色平静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长得跟个烂西瓜似的，也配在我面前阴狂吠吗？”大汉瞬间暴怒，手中冒出微光，一拳打来。你后退一步，同样也是一拳打出，2拳相撞。大汉神色大变：“啊，这什么怪力？”围观者响起一阵喧哗，廖家的金刚拳竟然被破了，这人深藏不露啊！没想到这道友竟有如此实力。你眉头一挑：“廖家是吧？记住，你们还欠我
练法力了。我可不想再把衣服烧光。很快，在你们的不断适应下，终于找到窍门，能够收放自如。就这样修炼了5年，前国边疆迎来大战，太子正式继位，敌国雄心勃勃，大军压境，10大仙门开始插手国战，敌国仙门自然出手。新一轮争斗从此开始，天下大势之下，无人可以独善其身。此时你和大黑牛已经突破炼气10层，曾经的丹药再也不能增加修为，于是你们再次前往升仙大会。九星谷内，你牵着大黑牛走向紫云宗高台尝试场关，一关敌人是10只炼气5层的机关傀儡，躲过他们的攻击才能踏入下一层。脚下一震，原地留下一道残影，快速闪过几道法术后，来到傀儡兽背后，手中铺满火焰，一拳就将其背崩化。顿时一块晶体弹出，傀儡兽动弹不得。接着你如法炮制，轻松解决掉10只傀儡兽。其他人惊呼：此人用的是什么法术？就连紫云宗的傀儡竟然也被他解决了吗？好恐怖的实力！你闯入第2关后，一道测试骨龄和资质的阵法出现在眼前，这可是个不一般的挑战。果断踏入其中，测试的女子看向手中令牌，骨龄20，资质武系杂灵根，可惜了。不过在散修中也算得上是一位人物，在紫云中修仙资质才是重中之重，他们并不差炼气期的打手。你呵呵一笑，转身离开，和你计划的一样。很快，一个中年男人追了上来，道友请留步，我乃之阳五运宗弟子一俊，方才观道友战力勇猛，却又受资质所限，难免惋惜。不知道友是否有意加入我们无运宗呢？没错，你早就知道自己的天赋无法进入10大仙门，尝试闯关只是为了吸引次一级的修仙门派，果断答应，带着老牛成功加入，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筑基丹成筑基。另一边九星谷外，几声怒吼传来，当年卖你灵药种子的男人踩死一名散修，堪惹我廖家，这就是下场。其中一人汇报道：道兄，当年那个傻子出现了。男子脸色阴沉，躲了这么久，这次可不能让他跑了。突然一阵心悸感传来，你和黑牛站在远方高处，冷冷一笑，廖家人久违了，听说你们在找我。男子十分兴奋，小子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可下一秒你气势爆发，修为不断提升，炼气5层、6层、10层。好啦，以上内容就是长生经的故事开端，在杨氏字上特别火，和十日中烟、斩神是一个级别的存在。这本小说真的是传统修仙题材中的一股清流，和其他修仙文很不一样，看到的人十分上头。主角在获得了长生之后，不必为了机缘搏命，不争一时之力，不在乎一时得失，毕竟敌人总是会老的嘛。对于这种题材感兴趣的，千万不要错过呀！